其实宇宙根本就没有外面。可能有人会反驳，既然它在膨胀，那它一定是在变大。问题是，膨胀的不是物质在进入某个更大的空间，而是空间本身在生成新的空间。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我们要一路追踪这个概念，从哈勃的红移到电视雪花里的微波背景，从沙滩球大小的早期宇宙到爱因斯坦那次被称作失误的宇宙常数。最后你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谓的外面或许只是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幻觉。为了让宇宙膨胀这个抽象概念更容易理解，我们先用一个简单的场景做比喻。想象你在客厅里给气球充气，空气被吹入，橡胶被拉伸，气球占据了更多空间。它之所以能变大，是因为周围还有地方可去，你的客厅就是它的外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很自然会把宇宙膨胀类比成同一回事。空间好像在向某个更大的宇宙房间扩展，既然在变大，就该有边界，也该有尽头。这个想法看似合理，却恰好踩中了认知陷阱。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并不是这样运作的。当空间在膨胀时，它并不是朝着某个外部推进，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外面，容器或等待被填满的空旷之地。宇宙在变大的同时，也在生成属于它自己的空间。更贴切的比喻是，如果你想画一个比纸张更大的圆，你不会去画一张更大的纸，而是让纸本身一起变大来容纳那条线。这听上去别扭，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一切扩张都要长进某个地方，植物长进空气，城市扩展到乡村，冰面铺在水面上。于是我们下意识地用内和外去理解世界。但如果你既是纸张又是图画，外面这个概念就失去了意义。所以问题不再是宇宙在向哪儿去，而是我们怎么知道空间本身在生长。答案来自最远处的星光。科学家通过观测遥远星系，才意识到这个颠覆直觉的事实。埃德温·哈勃发现，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远离得越快。乍看之下，这像是在暗示我们身处宇宙爆炸的中心，好像一切都从这里向外飞散。可真正离奇的是，星系并不是穿过空间逃离，而是它们之间的空间在被拉伸。用一个反转的气球比喻就更直观，把星系想成气球表面的点，气球变大时，点与点的距离增加，可这些点并没有在表面上爬行，表面本身在扩张，每个点都看到别的点在远离，而且没有哪一个点是中心。把这个二维表面换成我们所处的三维空间，就得到关键结论：宇宙不是在向外部的某个地方膨胀，因为根本不存在一个外面可供它进入，它是一边增长，一边生成自己的舞台。这个结论不仅让观众头大，也让当年的天才们挠头，连爱因斯坦起初都不愿接受。可问题是，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膨胀，此刻就以你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发生。接下来就要回答一个硬问题：我们如何确定这一切不只是漂亮的比喻？线索就藏在光被拉伸的经历里。一个遥远星系向我们发出光时，波长是确定的，不论是蓝光、红光还是红外，它都有自己的指纹。可当这束光穿越在不断变大的空间时，脚下的路会被越拉越长。想象你走在一条会慢慢延展的自动步道上，步幅没变，但路面被悄悄拉长。等你走到终点，实际行程远超步数。对光来说，结果不是走得更远，而是波长被拉长。于是来自远方的蓝光抵达我们时变成了红光。关键在于，这不是救护车掠过时那种靠速度改变频率的多普勒效应，而是空间在旅途中被拉伸，把每个波峰与波谷的间距撑大。这就是宇宙学红移，它直接证明了空间的增长独立于其中物体的运动。更直观地说，一个能把你三次元世界的尺子越拉越长的机制，正把古老星光的波长拉到全新档位。这里还有一个足以刷新三观的数量级，最遥远可观测星系的光波长被拉长到原来的近40倍，强烈的紫外一路被扯到微弱的红外，这等于在它奔袭数十亿年的旅程里，宇宙的整体尺度也放大了近40倍。也因此，你在望远镜中看到那个星系又小又暗，可光离开它时，宇宙比今天小得多，它离未来的银河系位置也近得多。可见空间不是稍微变大一点，而是在进行一次持续而宏大的拉伸。更关键的是，这种拉伸不是发生在某个遥远的角落，而是无处不在。此刻房间里的空间也在尝试变大，你眼睛和屏幕之间的空间也在试图拉开距离。你之所以感觉不到，是因为原子之间的电磁作用把物质牢牢束缚住了，膨胀的力在这个尺度上根本抬不起头。只有在星系与星系之间缺少这种原子级胶水的地方，膨胀才能自由发挥，把它们带得越来越远。这就像发酵的面团把葡萄干一起带开，葡萄干并没有在面团里主动游走，是面团在变大。
所以当你问宇宙在向什么地方膨胀，就像在问面团究竟向哪儿去，别忘了你自己就是面团的一部分。可既然空间处处都在拉伸，那我们究竟能看多远？直白点说，我们活在一间看不见的宇宙牢房里，它的墙由时间亲手砌成。夜里抬头看星空，你会以为整个宇宙就铺展在眼前，可事实会把认知直接掀翻。你能看到的，恐怕连真实宇宙的4个百分点都不到。原因很朴素，也很残酷，光速有限，宇宙寿命有限。你看得越远，就等于在时间里走得越久。当你看太阳，看到的是8分钟前；看半人马座阿尔法，看到的是4年前；看仙女座，看到的是250万年前。宇宙的年龄是大约138亿年，这意味着最古老的光也最多旅行了138亿年才抵达你这里。超过这个时长的星系，从你的视角等于不存在，因为它们的光还在路上。可别忘了，在这段时间里，空间一直在膨胀。那些远方星系在发出我们今天接收到的光时，离我们近得多。等这束古老的光好不容易抵达，膨胀早已把它们带到460亿光年之外。所以我们的可观测宇宙是一个半径约460亿光年的泡泡。泡泡外还有更多的星系与恒星，甚至也许还有另一个正在读这段话的你。你看不见它们，不是因为它们不在，而是因为光来不及到达。于是泡泡之外的部分就落入不可观测宇宙。这不是墙或屏障拦着你，而是物理定律在设限。你可以把它想成一层浓雾，把视野在任意方向限制在一定的距离。你知道物外还有世界，可你没法穿透。更进一步说，如果宇宙在尺度上接近无限，你这只小小的可观测泡泡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写成一个漂亮的0。为了理解这堵时间之墙究竟在哪里，我们要回望一束最古老的光。今天宇宙中最老的光正以每小时6亿英里的速度朝你涌来，它比太阳系诞生还早，比银河系定型还早。它的旅程从宇宙只有38万年时就开始了。那时宇宙是一片炽热的等离子海，热到连原子都无法形成，任何光子都走不了几英寸就被带电粒子抓住。等宇宙继续膨胀并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质子和电子才第一次结合成氢原子，浓雾这才消散，宇宙突然变得透明，光线可以自由穿行。这就是复合阶段。第一批逃离的光子就是我们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它无处不在，充满了每一立方英寸的空间，甚至老式电视机切台时掉出来的一点点雪花噪点，也有大约1%来自这道原初之光。更重要的是，它标出了我们能看见的一切的边缘，你永远无法看穿这层地平线，因为更早的宇宙像太阳内部那样不透明。38万年之前发生的事会被永远遮蔽。用一句直白的话收束，宇宙微波背景就是那堵最早的砖墙，它定义了观测的极限。表面上看，这堵墙还在后退，过上1秒，就有一束走了138亿年，再多1秒的光抵达我们。因此，可观测宇宙的半径，每秒都会多出1光秒，也就是大约30万公里的新空间进入视野。按天算，我们每天都能多看到大约160亿英里的宇宙。可一转念，你就会想到另一层，虽然屏幕在变大，那些发光的源头却在被膨胀带走。比如一个在130亿年前发出光子的星系，如今很可能已经被拽到300亿光年之外。我们看到的是它当年的样子，而不是它现在的位置。这种影片在放大，演员在后退的错位感，就是宇宙学观察的日常。即便如此，微波背景仍告诉我们一个极关键的事实：当年的宇宙平滑到近乎完美，温度起伏只有100万分之几。而就是这点点涟漪，最终孕育了今天的星系与我们。现在把视线投向泡泡之外的可能样子，根据我们对微波背景的测量，宇宙在最大尺度上近似均匀。这意味着，不论你把起点放在哪里，成分和比例都差不多，就像一盆搅拌的极其均匀的蛋糕糊，每一勺的成分都相同。由此推下去，如果我们的这片可观测宇宙大约装着2万亿个星系，那么在世界之外同样大小的另一片区域里，也大概率有差不多的2万亿个星系。再往外的区域依然如此，这个图样会一片接一片延展下去。更刺激的是，如果空间在尺度上接近无限，且保持这种均匀，那么在任何给定体积里，物质的所有可能排列都会在某处重复出现。这听起来像玄学，但结论是数学的。有限的微观排布方式加上无限的体积，重复就成了必然。至此，前一段里纸张与图画合一的比喻与这里的观测证据勾上了手。我们不必去找一个外面来容纳宇宙，真正需要追踪的是这张纸如何被持续拉大，以及它在尺度趋近无穷时如何把一切可能性写满。如果宇宙真的无限大，
那么有一件事几乎无法避免，重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副扑克牌只有有限种排列方式，如果你一直不停地洗下去，洗的次数足够多，总有一天会再次洗出一模一样的顺序。宇宙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组成你、我、地球，甚至整个银河系的，本质上都是各种原子。虽然它们的排列方式多得超乎想象，但终究不是无限多。可如果宇宙本身是无限大的，那么这些排列迟早都会在某个地方再次出现。这意味着，在遥远到无法想象的地方，很可能存在另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他此刻正坐在屏幕前，听着同样的解说，脑子里想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这并不是文学想象，而是数学推导出的结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你都完全一样，有的你可能刚刚关掉了这段视频，还有的你生活在一个历史完全不同的地球上。数学甚至估算过，这些与你完全相同的副本，距离大约是1后面跟着10的115次方个零那么多米。这个数字已经大到无法想象。如果真的把它完整写出来，仅仅这一串数字的长度就会超过整个可观测宇宙的大小。但只要宇宙是真正无限的，再夸张的距离也终究不是无限远。所以在宇宙的某个角落，也许另一个你此刻正和你一样，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令人头皮发麻的事实。不过上面这一切都寄托在一个前提之上，世界之外和我们这边差不多。如果它并不相似呢？今年的观测提示，我们所在的这片宇宙可能有点稀，像是一个星系密度低于平均值的宇宙空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跨过可观测边界，也许会看见更拥挤的空间，更多星系，更多黑洞，更剧烈的活动。也可能正相反，是一片几乎空无一物的深空。更大胆的理论还把视线推回到最初那一瞬，一次极短暂却极疯狂的宇宙暴胀，可能把整体撕成了许多性质迥异的口袋世界。它们或许拥有不同的物理常数，不同的粒子谱，甚至遵循完全陌生的物理法则，让我们的教科书一出镜就失效。而在我们这里，之所以一切显得正常，只是因为我们恰好生活在这枚口袋的配方里。但还有一个更深的刺点需要正面回应：如果宇宙根本不是无限的呢？一个会膨胀的无限宇宙带来一个看似漂亮的悖论，你要怎样让无限再变大？数学给出的答案是不能。无限加上任何有限数仍是无限，乘以2也还是无限。你无法往一个已经包含一切的东西里再加什么。可观测又明明告诉我们，空间在各处拉伸。要化解这个钩子，关键在于把膨胀等同于变得更无限的直觉拿掉。更贴切的说法是，尺度因子在变大。想象一张无限大的方格纸，每个格子宽1英寸，现在把它整体拉到每格2英寸，纸仍然无限大，格子仍然数不完，但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都翻倍了。宇宙膨胀的本质正是如此，它不是让无限再加一层无限，而是把这张织布的单位尺度拉大，让一切距离按比例增长。于是一个如今相隔1亿光年的星系，在宇宙只有现在1半大小时，距离只有5000万光年。接着推论继续推进，如果宇宙此刻是无限的，那么在大爆炸那一刻，它也必须是无限的。大爆炸就不再像把物质从一个点炸向外部的烟花，而更像是无限空间在每一个位置同时开始膨胀，并充满能量。换句话说，大爆炸发生在无限空间的每一个地方，它没有中心，没有边界，也没有外部，任何位置都可以声称自己是中心，因为无论从哪里看，膨胀的景象都一样。这种视角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各个方向上几乎看到相同的宇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边缘或中心。另一方面，它也丢出新的问题：如果宇宙包含无限的物质与能量，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无限密度？答案藏在定义里，密度是总量除以体积，即便分子与分母都趋于无限，只要它们按同一等级增长，比值仍可以是有限的。于是，宇宙可以在无限空间里安放无限物质，同时维持一个有限的平均密度数量级，大约是每立方米几粒氢原子。从这里开始，悖论变得私人化。在一个真正无限的宇宙中，任何满足物理规律的事件都会无限次发生。重复的不只是另一个你，而是每一个故事的每一种版本。悲剧与胜利，美丽与残酷，都会在某处上演。如果这让人有点不安，不妨把镜头转回有限宇宙的可能性。一个有尽头的宇宙会逼问更刺手的问题：边界外是什么？空间真的能有尽头吗？如果你尝试穿越这个尽头，会发生什么？这些追问让不少科学家更倾向于空间极大或近似无限的模型，
虽说它在概念上不好想象，但至少把边界之外是什么这种问题收束了。配合最新的宇宙微波背景测量，我们要么面对一个无限宇宙，要么面对一个大到探不出任何曲率的近似平坦宇宙。最省事的解释就是空间在各个方向上无限延伸。于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变大，不再像房子加房间那样往外填空间块，而更像是把已经存在的无限织布整体拉松。那推动这张织布持续拉伸的究竟是什么力量？直白地说，宇宙正在以一种让地球上所有工厂极度的速率，从近乎虚无的量子真空里生产新空间。粗略一算，每一秒可观测宇宙的体积都会多出大约是1后面跟着78个0的立方米。这个数字大到即便你每秒数一个，所需时间也远超宇宙年龄，再把这个时间自己乘上几十亿次仍然不够。可量子真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一锅永不停歇的泡沫，虚粒子在极短时间内不断出现与湮灭，这就是量子涨落。它让空间的每一点都带着能量。真正颠覆直觉的是，这份真空能量会通过引力表现出来，不同于物质的引力把东西拉拢，真空能量会产生排斥，它把空间往外推，空间越多，真空能量就越多，真空能量越多，膨胀越快，膨胀越快，新的空间就越多，把这个回路开到最大，就得到一次失控的爆炸。在最初极短的刹那，这个过程疯狂运转，空间的扩张速度超过了光穿越空间的速度。这并不是让任何东西跑得比光快，而是跑步机在加速，光在跑步机上跑不过跑步机本身。那段时间里，一个比质子还小的区域能在难以想象的短暂间隔内被撑到接近篮球大小，听起来像科幻，但量子力学的账本要求它发生，只要你能在足够短的时间里归还，就可以从真空里借走能量。在暴胀阶段，宇宙从真空里借来了巨额能量来开场生产空间，然后用膨胀本身把账平掉。这就像贷款买了一台印钞机，再用印出来的钱去还贷款。问题在于，这套机制运转得太顺了，它原本只需制造够用的空间来解决若干宇宙学难题，可它并没有立刻收工，而是超额完工，产出了远超所需的版图。于是我们整个可观测宇宙不过是这片巨型暴胀织布上的一块小小补丁。想象把一个气球吹到地球那么大，而我们目前能看的只是针尖大小的一点。更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早期的暴胀已经停下，今天的膨胀仍在继续，只是节奏换成了另一个角色。暗能量占宇宙总成分的大约 68%， 它的行为方式几乎与真空能量一模一样，均匀填满空间并提供排斥性引力，让膨胀加速。随着体积增长，新的暗能量不断出现来填补新空间。听上去它像在凭空造能量，这似乎跟能量守恒打架。化解的钥匙在引力的账本上，引力势能是负的。空间拉开时，物质之间的引力结合能在减少，这份更负的能量可以抵消新增暗能量的正能量。结果就是宇宙一边不断生成新空间，一边把总账平衡在0点附近。按这个剧本，膨胀会持续极其漫长的时间，远超人类想象的尺度。每一刻新的空间诞生，新的暗能量出现，宇宙的拉伸继续加速。宇宙之所以增长，不是为了占领某个外部的地方，而是因为膨胀本身在创造自己的舞台。可即便如此宏大，这一切的来由仍需要证据来坐实。我们该去哪儿找它呢？线索不在远方的神话里，而就藏在很朴素的地方。当你把一台老式电视机在频道之间来回切换时，那些雪花点的杂音里，大约有一小撮正来自宇宙最早的光。答案就在那片雪花里。1964年，在贝尔实验室，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只想把天线里那点恼人的嘶嘶声弄没，于是他们换方向校设备，甚至把天线上沾的鸟粪都清干净了，可噪声还是不走。结果证明那不是故障，而是创世的回声。他们误打误撞收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因为空间持续膨胀，这束古老的光一路被拉长，被冷却，今天只比绝对零度高大约 2.7K。 正因为如此，这个发现既为两人赢得诺贝尔奖，也给了宇宙再膨胀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更重要的是，这道背景光不只是存在，它还在频谱上刻着膨胀的指纹。最初大约3000摄氏度的可见光，随着空间被拉伸，先滑入红外，再掉到微波，最后延展到无线电。与此同时，整片天空的亮度几乎平得像镜面，均匀到只有10万分之几的波动，这正对上了暴胀的预言。如果早期没有一次极快的拉伸把不规则抹平，我们现在应该看到巨大的温差。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问题就推进了一步，那些残存的极小起伏从哪儿来？答案藏在量子层面。
爆炸把亚原子尺度的量子涨落拉到了宇宙尺度，这些微弱的能量起伏后来就成了星系和恒星的种子。换句话说，你能在这里读到这段话，是因为量子不确定性被宇宙亲手放大到了宏观世界。接下来证据被画成了图，通过宇宙背景探测者和普朗克卫星，人类把这幅温度起伏的地图描得非常细，结果一核对，角尺度的分布和暴胀的理论曲线几乎点对点贴合。基于这道古老的微波，我们不仅能看见，还能量出宇宙。几何上，空间在测量精度内接近平坦；成分上，普通物质只占总量的大约 5%； 动力学上，膨胀速度和宇宙年龄都能被反推出一个很窄的范围。更直观的是，数据还给了我们一种震撼的比例感。今天整片可观测宇宙曾经被压缩在差不多沙滩球大小的体积里，这里的压缩不是把东西塞进盒子，而是空间本身被压紧。那只沙滩球不是装早期宇宙的容器，它本身就是那时的宇宙，没有外面也没有周围，只有那团被压紧的时空，随后开始扩张和冷却，才有了现在的星空。那么把这团时空撑开的能量从哪儿来？为了找答案，科学家把视线移到一个更稳的天体现象上。1998年，两支团队用一 A 型超新星当标准蜡烛，想测出在引力作用下膨胀应当如何减速。思路很简单，把这些超新星的实际亮度和标准亮度一比，再配上红移，就能算出它们到底有多远。可一上图，结论完全反转，遥远的超新星比预期更暗，也就是比标准模型算得更远。换句话说，光在路上遇到的空间比我们以为的拉得更多，所以宇宙不但没被刹住，反而在加速。这一发现同样拿下诺贝尔奖，同时也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角色面前，这个角色就是暗能量。暗能量现在大约占宇宙总质量能量的 68%， 比所有普通物质加起来还多得多，也比暗物质更会左右大局。它的怪异在于既不结团也不稀释，物质会因为体积变大而变稀，可暗能量的密度在膨胀时基本不变，于是宇宙越大，它的总影响力就越强。早期物质和辐射说了算，暗能量只是背景，等物质被拉得越来越稀，暗能量的排斥效应开始抬头，大概在50亿年前成为主导。此后宇宙一路进入加速时代，按这个趋势推下去，越来越多的遥远星系会以超出光能追上的速率远离我们，最终永远掉出可观测范围。可这个看不见的推手到底是什么？最主流的候选是真空能量，也就是量子场在看似空无中的基底涨落。照量子场论的估算，真空里应该塞满巨大的能量，可一跟观测对比，差了10的120次方倍，这几乎是物理史上最糟的预测。所以我们要么对量子世界还缺关键拼图，要么自然界有某种机制把几乎全部真空能量抵消了，只留下够推动加速的那一丁点。除此之外，还有人提出暗能量可能是一种弥漫宇宙的新场，也有人干脆建议在宇宙尺度上重写引力定律。无论哪条路，现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我们对它的无知和远古人类仰望雷电时差不多，但它确实在塑造宇宙的命运。说到宇宙的命运，我们得把镜头再拉回到更早的时刻。很多人会问，如果膨胀的速度比光还快，会发生什么？答案并不违背没有物体能超光速这个原则，因为跑得快的不是物体，而是空间的刻度本身。就在大爆炸后的极短一瞬，宇宙进入了所谓的爆胀期，任意两点之间的距离在不可思议的短时间里翻倍再翻倍。直观点想，两只蚂蚁站在一个迅速充气的气球上，不管它们怎么爬，都只会越离越远。按数量级来算，爆炸让宇宙的尺度至少扩大了以后面跟着26个0倍，而这一切只发生在大约1秒的1亿亿分之一的时间里。做个对比，光在1纳秒里也不过走30厘米。驱动这场疯狂拉伸的是一个叫爆炸场的量子场，不同于很多基态能量为0的场，它被困在一个高能的假真空里，就像一池被高高架起的水，能在短时间内为空间源源不断的输送能量。指数增长的可怕在于，前期不显山不漏水，后期却猛然冲刺。它不仅把早期的起伏抹平，让天空看起来几乎一致，还把宇宙曲率拉到接近平坦，更把微小的量子涨落放大成了日后所有结构的种子。你的星系，你的恒星，甚至你身体里的原子，都能追溯到那一刻的随机起伏。可紧接着，一个更让人不安的问题出现了：如果爆炸当初真的发生过，它为什么只能发生一次？驱动最初爆炸的那类量子场，极有可能直到今天都还潜伏在幕后，只要条件合适，就会触发新一轮指数级拉升。
它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启动，一个新的爆炸气泡就会在那里生成，并以接近光速向外扩张，沿途的一切都会被改写，气泡内部会按一套全新的物理法则运行，我们的原子会被分解，我们熟悉的规律会瞬间失效，而且最要命的是，我们不会收到任何预警。但对暴胀理论来说，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推论，更大的可能是我们的宇宙只是无限泡泡海里的一颗气泡。你在看这些文字的此刻，别的地方可能正有无数个宇宙诞生，它们各自带着不同的自然常数、不同的粒子家族，甚至不同的物理语法。这听起来像科幻，但它其实是暴胀理论的逻辑外推，只要它发生过一次量子涨落，就会让它在更大的舞台上反复上演。于是一个又一个泡泡宇宙被吹出来，每个都会先膨胀再冷却，甚至可能孕育出自己的星系与行星。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之一。在别的泡泡里，重力可能更强，恒星刚亮起就会坍缩成黑洞，重力可能更弱，物质永远聚不起来。有的泡泡没有电磁力，化学反应根本无从发生。还有些泡泡会一直停留在暴胀状态，从未冷却到能形成原子。绝大多数泡泡贫瘠得无法栖居，但在一片真正无限的泡泡海中，哪怕最不可能的组合也会在某个角落出现。于是人则原理就有了新的解释。我们之所以身处一个看似被精细调节的宇宙，并不是宇宙为我们量身定制，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宇宙才能孕育出观察者。换句话说，我们能看见它，是因为它允许我们存在。接下来问题不仅是物理，还落到了哲学。如果真有无限多个宇宙，那么所有可能的经历都会在某个地方上演。你没做出的选择会有另一个泡泡里的你完成，你躲过的悲剧会落在另一个版本的你身上，你未尽的梦想也会在另一条现实分支里开花。这样一来，独一无二会被稀释到几乎没有意义，选择的重量也会被分摊到无数平行剧本里。更棘手的是可检验性。按定义，其他泡泡都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它们既不会送来光，也不会留下引力痕迹。我们既不能直接证明它们的存在，也无法测量它们的属性。正因如此，不少科学家对多重宇宙持保留态度，不可验证就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可另一方面，暴胀的数学推导又强烈指向永恒暴胀和泡泡接力的图景。同一套成功解释早期宇宙膨胀的方程，也自然推出在更大空间里持续膨胀、不断成泡的结论。与此相配，宇宙微波背景上的细微统计图案与暴胀预言高度吻合。这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其他泡泡的存在，却让我们或许正生活在支持多重宇宙的最佳证据之中。到这里，你可能还以为自己只是想象三维里的气泡，可最新的物理常识提醒我们，真实可能更离奇。如果膨胀正发生在我们感知不到的方向上呢？弦理论要求空间有9个维度，除了我们熟悉的3维，还有6个极度卷曲的微小维度就藏在此时此地，只是紧到连粒子都难以探知。我们很可能像一只在花园水管上行走的蚂蚁，只能沿着管子前后移动，于是误以为世界只有1维。如果这些额外维度真的存在，它们可能会和3维空间一起膨胀。这样一来，宇宙向哪儿膨胀这个问题就有了另一种答案。我们的3维空间也许是一层膜，正向更高维的超空间伸展。我们观测到的加速膨胀，可能就是这层膜在更大维度中发生的形变。更大胆的世界模型甚至提出，除了引力之外的一切粒子与作用力都被困在这层3维膜里，只有引力能溢出到额外维度。这也解释了它为什么显得格外微弱。如果高维中还有与我们平行的膜，它们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上近在咫尺，甚至偶尔相撞。有些模型干脆把我们所说的大爆炸解释成一次膜与膜的碰撞事件，宇宙微波背景或许就是那次撞击留下的余晖。按这种设想，在超长时间尺度上，膜还可能反复相遇，每一次都像按下重启按钮，在我们的3维空间里开启一次新的宇宙演化。还有更古怪的推测，在我们熟悉的3维空间看似静止时，额外维度本身可能在膨胀，或者某些维度在变大，另一些在变小，于是整体体积未必改变，我们所在的3维切片却像是在变宽。眼下这些都还是假设，因为我们没法直接触摸到额外维度。大型强子对撞机正在寻找粒子似乎消失到超空间的迹象，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拍到确凿的证据。这也许说明额外维度不存在，也可能意味着它们比我们设想的还要更紧致。即便如此，弦理论的数学依然暗示，额外维度很可能是描述现实不可缺少的那块拼图。退一步说，
就算没有那些隐藏方向，三维空间自身的形状也足以改写膨胀到哪里去的意义。广义相对论允许3种几何形态，像无限平面一样的平坦，像球面一样的正曲率，以及像马鞍一样的负曲率。观测表明，我们的宇宙要么是平坦的，要么接近平坦到难以测出。不过平坦并不等于无限，一张纸是平的，但你可以把它卷成圆柱，或者把边缘粘起来做成一个甜甜圈，局部依旧平坦，整体却可以是闭合且有限的。如果空间真是以某种方式自我闭合，那么膨胀就只是把这个闭合结构的尺寸调大，它并没有进入某个外部仓库，而是在长成一个更大的自己。沿着闭合几何这条思路推下去，它甚至会留下可观测的痕迹。在甜甜圈型的宇宙里，光可以绕场1周，回到原点，我们就有可能在不同方向看到同一个遥远星系的分身。宇宙微波背景里也应当出现光多次环绕后叠加出的重复花纹。天文学家曾试图在宇宙的天图上寻找闭合空间的标记，却始终没发现像样的证据。这可能意味着2种情况：要么宇宙比我们可观测的范围大得多，要么至少在我们目前能探测到的尺度内，它并不存在这种自我闭合的结构。换句话说，宇宙也许真像一个甜甜圈，只是这个甜甜圈大到光还没来得及绕它一圈。如果我们把视角从空间再拉远一步，就会看到空间和时间其实是一体的。4维时空形状的问题因此变得更复杂。膨胀不仅会把空间拉开，还会改变空间与时间的搭配关系。在早期宇宙中，一切被极度压缩，时间的流逝和今天完全不同。而同时，这个概念在巨大的距离下也失去了统一意义。随着空间被拉伸，时间也会被拉伸，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看似违反常识的景象：一些遥远的星系退行的速度似乎超过光速，但它们并不是在空间里奔跑，而是空间本身在把它们带远，同时把时间的刻度也一起拉长。对那些星系来说，它们几乎是静止的，只是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尺子和钟在一路变化。相对论告诉我们，从宇宙中的任何位置看，膨胀的画面都是一样的，每个观察者都会觉得自己在中心，其他一切都在远去。没有谁拥有优先的参考系，也不存在真正的外援。更重要的是，这种拉伸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是可以被直接测量到的。比如在一个附近的星系里，一颗超新星从变亮到变暗，可能只要3周。可如果同样的超新星爆发生在一个退行更快、距离更远的星系里，这个过程在我们眼中就会像慢动作一样被拉长。原因很简单，传递事件信息的光在旅途中被拉伸了，不仅波长被拉长，光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也被延长。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时间被拉慢的版本。用一个直观的数字来刻度来自可观测边缘区域星系的光，红移因子大约是10，这意味着它们的事件在我们看来会比本地过程慢上整整10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宇宙的年龄其实带着立场色彩。从我们的视角，它大约有138亿年，可如果你站在那些远离中的星系上回望，我们这片空间会显得年轻得多。换句话说，早期宇宙不仅空间更紧凑，时间也更紧凑。许多今天需要数十亿年才能完成的演化，在那时可能会在更短的时间尺度里发生。第一批恒星、第一批星系、第一批黑洞都是在那样的节奏中诞生的。更进一步，膨胀还打碎了我们对同时的固有直觉。你觉得同时发生的2件事，对一个极远处的观察者来说，可能并不同步。宇宙里没有统一的现在，只有各自局域的此刻。而且，随着暗能量的影响越来越强，这种时间拉伸的效应还会继续放大。未来的观测者看向远方，会看到更极端的时间延迟，直到那些事件几乎像被冻结一样。这就引出了宇宙未来的剧本。按照目前的理解，膨胀会让物质和能量越来越稀，经过极长的时间，宇宙将走向热寂，温差被抹平，可做工的过程彻底枯竭，整个世界只剩接近绝对0度的均匀虚空。粗略的时间轴是这样的，大约在1000亿年后，最后一批恒星耗尽燃料，不会再有新恒星诞生，宇宙进入简并时代，由冰冷的恒星残骸主宰。再往后，大约在10的34次方年左右，质子可能会衰变，原子与行星的构成砖瓦会自行崩解，宇宙只剩电子、正电子与光子在不断扩张的虚空中漂浮。再把尺度推得更远，大约在10的100次方年后，黑洞将成为唯一重要的能量源，它们会通过霍金辐射缓慢蒸发。超大质量黑洞的寿命甚至能撑到10的100次方年量级。
当最后一个黑洞化作微弱的辐射消散，宇宙会走到最大熵的状态，没有温差，没有化学反应，计算无法继续，生命无处安放，除非暗能量的性质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加速膨胀会一路把世界推向这个冰冷的终点。而在更近的未来，影响也并不温柔，随着时空被越来越快的拉开，遥远的星系会跌出我们的可观测范围，它们不会被摧毁，而是退行得太快，以至于它们的光永远无法抵达我们这里。再往后，连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会被拉到无法探测的波段，那时候的天文学家只会看到一个孤零零的本星系群，四周全是无边无际的虚空，大爆炸的关键证据早就消失了。相比之下，宇宙被撕裂这种终极大结局只会在更极端的设想里出现。如果暗能量的强度不断升高，加速会碾压掉所有已知的作用力，从重力、电磁力到维系原子核的强作用力全都失守，宇宙会从内部被解体。但不管结局是哪一种，有一点是确定的，所谓空旷空间根本不空，真空是量子的熔炉，在最微小的尺度上它沸腾着，虚粒子瞬间出现又瞬间湮灭，快到我们根本抓不住，却处处留下真实的物理痕迹。想象一下，你拿一台分辨率比原子核还高得多的显微镜去观察空无，当你一路放大到普朗克尺度大约10⁻35次方米，原本平滑的时空之物会像沸腾的汤面一样鼓泡翻滚，几何形状在瞬息之间不断变化。虚粒子会从真空里借走能量，而不确定性原理规定，它们借得越多就得还得越快。电子和正电子成对出现，成对湮灭，整个过程也许只有10⁻21次方秒。更大质量的虚粒子存活时间还会更短，量子场论允许的各种虚粒子都会在这片看似空无的真空里轮番上场，而正是这口看不见的量子熔炉决定了宇宙膨胀如何一步一步地拉开时空这块布。它们不是玄学，而是能在实验室里留下指纹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卡西米尔效应，当两块金属板在真空里被放得极近，板间只能容纳波长比缝隙短的虚粒子，长波长的进不去，而板外依然有长波长的虚粒子存在。这种内外的不对称会产生一股压力，把金属板推到一起，这股力是可以被直接测出来的，相当于你真的摸到了量子真空的压力。可让量子泡沫在宇宙学里真正出圈的是它们本该为真空的能量密度做出贡献，当物理学家一算，结果却大到离谱。按照理论，宇宙应该以远超观测值的速度疯长，对比一下，理论值比暗能量的真实强度要大时的120次方倍，这是理论物理史上最尴尬的失手之一。要么我们对量子世界的理解缺了关键一块，要么宇宙有某种机制把绝大部分真空能量抵消掉。如果能解开这桩真空灾难，也许就能揭开暗能量的真面目。可能那一小撮没被抵消的余额就是驱动加速膨胀的暗能量，也可能宇宙会抑制绝大部分量子泡沫，只放行极少的一点。再不然，我们的计算方法从根上就是错的。还有更大胆的设想，真空可能充满了隐藏的场或者多余的维度，把真空能量泄了出去，甚至空的概念本身只是我们有限视角下的错觉。圈量子引力认为空间是由无数离散小环编织而成的网络，弦理论则把它视为高维中弦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站哪一边，结论都在逼近同一个方向。空间不是无物的背景，而是一种有结构的介质。膨胀可能是在拉伸这种介质，而不是凭空造出更多空间。可即便我们对真空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它延伸出的未来图景依旧震撼。如果加速真的越来越强，会发生什么？有一种极端的剧情叫大撕裂，大约在220亿年后，暗能量会强到逐级瓦解自然界的全部束缚力。宇宙不是在数万亿年中慢慢冷掉，而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崩溃。粗略的倒计时是这样的：大撕裂前大约10亿年，星系团被拆散；终结前大约2亿年，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会被撕开，恒星被拖出引力怀抱。距终点30分钟，行星系的引力崩溃，地球会被甩离太阳，月球也会逃出地球。最后几十分钟，分子键被拉断，气体逸散。海洋沸腾的原因不再是升温，而是分子间距离被拉大到作用力顶不住。大约在终结前时的-12次方秒，原子核解体，强相互作用彻底缴械。最后一刻，连距离和时间间隔这种用来描述世界的度量都可能失去意义。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暗能量是否会继续增强。如果它保持恒定，大撕裂就不会发生，宇宙会一直加速，缓缓走向热寂。现有的数据支持基本恒定，只是精度还不够高。未来更精细的超新星观测
会继续追问它到底是不是在变化。如果真确认增强，具体的倒计时就可以算出来了。1917年，爱因斯坦刚写完广义相对论，就撞上了一个麻烦。他的方程天然预言宇宙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根本不支持一个静止不变的宇宙。可当时的主流观念坚信宇宙是永恒静态的。为了配合这种观测印象，他在方程里加了一个项，宇宙常数 lambda， 把它理解成真空自带的一点能量，像一股轻柔的排斥力，正好抵消引力，让宇宙保持原地不动。这个补丁看上去很合理，还真运转了10来年，直到哈勃用威尔逊山的大望远镜把远方星系的距离和速度一一量出来，发现它们普遍在远离，而且离得越远，退行越快。宇宙不是静止的，而是在膨胀。这正是爱因斯坦没加常数之前方程的原始预言。于是他果断把宇宙常数扔掉，还自嘲那是一生最大的失误。讽刺的是，几十年后，1998年的超新星观测又把这个宇宙常数请了回来。因为我们发现膨胀不是匀速的，而是在加速。要驱动这种加速，就需要一种均匀、充满空间、会产生排斥性引力的能量密度。它的效果和宇宙常数一模一样。换句话说，如果暗能量就是宇宙常数，那么爱因斯坦当年的直觉其实极有先见之明，理由虽然错，方向却对。更细一点看，真空能量的数值非常小，但不是零，大约每立方厘米1乘10的负14方焦耳。这个数字看似微不足道，可一旦乘以整个可观测宇宙的体积，它就超过了所有物质和辐射的总能量，直接主宰了宇宙的晚期演化。问题是，量子场论一算真空能量，结果比观测值大10的120次方倍，这就是著名的真空灾难。要么我们对量子世界的理解还缺关键拼图，要么自然界有机制把几乎全部真空能量抵消，只留下极小的余额。也有人提出暗能量并非常数，而是一种随时间缓慢变化的场，用这种动态暗能量来绕开灾难。就目前的天文数据来说，最朴素的宇宙常数模型依然是最合拍的解释。再把镜头切回哈勃那晚的观天，当时科学界还在争论漩涡星云到底是不是银河系的一部分。哈勃用造父变星当标尺，把这些朦胧天体的距离直接量到100万光年乃至更远，明确它们是独立的星系。接着他把这些星系的距离和光谱红移画在一张图上，结果一眼就能看出一个规律：星系离得越远，退行得越快。这就是今天的哈勃定律。起初他以为星系是在空间中像爆炸的碎片一样飞散，可那样会把地球放在中心，明显违背哥白尼原理。更准确的解释是，空间本身在伸展，把星系想成气球表面的小点，气球一旦被吹大，每个点都会看到别的点远去，而且离得越远，退得越快。可没有任何一个点是中心。哈勃定律因此成了宇宙膨胀的第一条硬证据。它的比例常数就是哈勃常数，描述单位距离上的退行速度有多快。哈勃当年的距离标定混淆了变星类型，最初的数值偏大，推算出的宇宙年龄只有20亿年，甚至比地球还年轻。后来口径被校正，年龄回到合理区间，而距离越远退得越快的线性关系却一直成立。从近邻星系到最远的可见星系都沿着同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不仅让天文学从2维的天图标点时代进入了能在3维中测量宇宙的时代，还把一个关键问题推到台前：膨胀会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答案取决于宇宙里有多少料。物理上有一条临界密度线，决定宇宙是永远变大，还是终将回头坍缩。直观来说，膨胀把一切往外带，引力把一切往回拉，比拼的就是单位体积里的物质量。超过临界值，引力最终会赢，膨胀会减慢、停止、反转，走向大坍缩。低于临界值，膨胀永远占上风，世界会被稀释到近乎空无，迈向热寂。刚好等于临界值，膨胀速度会越来越接近零，却永远到不了零。就像把一个小球恰到好处地抛出，它会一直飞向无穷远，同时速度慢慢趋近于零。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条宇宙的刀刃密度看上去几乎像真空，折算下来每立方米只有5个氢原子。可偏偏就是它决定了所有星系、恒星、行星乃至我们的最终归宿。几十年来，测量宇宙真实密度一直被视为宇宙学的圣杯。听上去这事很简单，把所有物质的质量加起来，再除以体积就好。可一落地就糟了，因为宇宙里大部分料根本看不见，星系的旋转曲线早就泄了底。外围恒星转得太快，要让它们不被甩飞，需要的引力质量是可见恒星的5倍左右。
于是人们给这份隐形的质量起了个名字——暗物质。它不发光，不吸收，也不反射光，只通过引力牵扯可见世界。我们只能靠它对恒星、气体和星系团的作用来间接识别它的存在。把暗物质也算进去，宇宙的总密度大约只有临界密度的30%。按这笔账，宇宙会一直膨胀，最后慢慢靠近热寂。可暗能量的登场把整个结论重写了。暗能量不仅把总能量密度抬高，更关键的是它带着负压。在爱因斯坦的方程里，这种成分会推着时空加速伸展。换句话说，不管普通物质有多少，只要暗能量在场，膨胀就会越跑越快。结合现有观测，我们的宇宙大约由 27% 的暗物质、68% 的暗能量和 5% 的普通物质组成。考虑到暗能量的负压效应，这个配方让宇宙几乎恰好落在临界密度附近，仿佛在不同几何命运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这又引出了平坦性问题：为什么密度如此接近临界值？在多数演化模型里，密度本该很快偏离临界，要么太大导致塌缩，要么太小导致飞散。要维持刚刚好，初始条件得精确到小数点后无数位。宇宙暴胀给出了一条出路，在那段指数级拉伸的时期，任何初始曲率都会被抹平。暴胀结束时，宇宙自然逼近临界密度。可紧接着又冒出巧合问题：为什么我们偏偏生活在一个物质与暗能量势均力敌的短暂窗口？也许这只是观测者选择效应。只有在结构既能形成又没被稀释殆尽的时代，像我们这样的观察者才有机会抬头看天并提出问题，把视野再放大。单一宇宙的假设未必站得住。永恒暴胀的图景里，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只是更大膨胀区的一小块。量子涨落会不时在别处触发新的气泡宇宙，各自膨胀冷却，长出星系与行星。有的气泡暗能量更猛，跑得更快；有的气泡物质更密，演化更慢；还有的已经走向大坍缩，甚至正朝大撕裂驶去。再把量子力学的多世界搬进来，几乎每一次微观分叉都会衍生出一个平行版本的历史。于是平行宇宙的数量上不封顶，每一刻都有新分支诞生。在某些分支里，你走向热寂；在另一些分支里，你见证坍缩；还有更多分支里，你继续在加速膨胀的背景下生活。证据很难找，因为这些宇宙彼此因果隔绝。科学家也试着在宇宙微波背景里寻找气泡碰撞的指纹，但至今没有定论。即便如此，多元宇宙的思路仍然改变了我们谈论膨胀的方式。对我们这片空间来说，膨胀是整体的增长；对更大的结构来说，它可能只是更复杂的一层表现。回到信息与意义，问题变得更私人化。你脑中的每个念头、每段记忆，本质上都是物质与能量的一种排列，而宇宙的膨胀在慢慢把这些排列往稀里摊。这看上去像是在毁灭信息，可物理又说信息不能被真正销毁。全息原理提供了一个角度，一个体积里的全部信息可以编码在包围它的边界上。随着宇宙变大，边界的表面积也会增长，存储位就跟着增加，复杂性仍有空间延展。量子纠缠也来捣乱，它让跨越巨大距离的粒子依然保持相关性，似乎在提醒我们，信息更关乎关系，而不是绝对位置。问题在于，因果联系会被加速膨胀切断，原本能互通的区域最终会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彼此远离，信息被锁在一个个孤立的宇宙气泡里，互不往来。宏观上，宇宙的历史依旧在大尺度结构与微波背景中留下纹路；微观上，局域信息会被摊薄到无从回收，最后把镜头推到未来的极限。随着暗能量持续把时空越拉越开，宇宙微波背景会被红移到无法探测，远方星系会从世界边缘一颗颗跌落。那时的新文明抬头看天，可能只看见近处少数星系，计算不到膨胀，也看不见大爆炸的余晖。他们会得出一个看似朴素却完全错误的结论：宇宙是静止而永恒的。时间波到大约1500亿年后，暗能量会把绝大多数星系推到世界之外，它们的光被拉到比可观测宇宙还长的波长，结果就是彻底消失在观测中。在那个时代的眼里，只剩下我们的本星系群还能看见。与此同时，银河系和仙女座连同卫星星系会合并成一座孤立的巨大椭圆星系，静静漂浮在空旷的虚无里。对他们而言，这一团星光就是整个宇宙。与此同时，宇宙微波背景也会退场，因为空间继续拉伸，这道原初辐射的波长会被拉到比可观测宇宙更长，于是任何仪器都测不出来。由此，所有指向宇宙有开端的证据都会丢失，即使膨胀奥秘的红移，距离关系也量不出来。
看不见远方星系，也就无法发现哈勃定律，更没法直接证明空间在被拉伸。于是他们所看到的宇宙将显得完全静止。基于这一视野，未来的科学家很可能会建立另一套宇宙学，认定那唯一的巨大星系自始至终存在于无限、静止、不变的虚空中。他们甚至难以想象，宇宙曾经布满数以10亿计的星系，并在膨胀中彼此远离。换句话说，他们将生活在一个被剥夺了自身历史的宇宙里。更进一步，这种失去视角还会继续加深，未来的观察者也会失去关于早期演化的关键线索。塑造最初元素的核反应早在数十亿年前就结束，其痕迹只残存在最古老恒星的化学成分中，且愈发难以辨认。结果就是一场认识论危机。智慧与技术依旧强大，可宇宙几乎不给出关于自身本质的提示。方法还是那套方法，但可用证据太少，结论就会走偏。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今天的宇宙知识会不会也被时代所限？是否已经错过了只有早期观察者能看到，如今已被膨胀抹去的关键信息？也许恰在大爆炸之后诞生的文明见过我们再也看不到的景象，同样的类比还能延伸到未来的终点。随着空间继续扩张，支撑生命的过程终将无法维持，因为气体变得过于稀薄，重力不再能把它们拉拢成云团，恒星的形成会彻底停止，现存恒星会耗尽燃料，逐渐暗下去，黑洞会通过霍金辐射慢慢蒸发，最终浩瀚虚空里只剩稀薄的基本粒子，宇宙将逼近完美的热寂。倘若那时仍有观察者，他们面对的世界会更具欺骗性，没有恒星，没有星系，没有结构，只见稀疏的粒子在无限空旷中漂浮，于是很自然地以为宇宙一直如此单调，无法想象曾经的繁盛，从丰富走向空无。这正把宇宙向何处膨胀的追问推到极端。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看似合理却多余的前提：膨胀必须有目的地，有终点，要去某个外部空间填坑。事实更直接，膨胀本身就是理由，它提供了一个动态舞台，让短暂而复杂的结构得以出现。星系、行星乃至生命，正因为有这块会变大的舞台，才得以登场。如果没有膨胀，宇宙要么立刻坍缩，要么永远停在单调状态。可这又把我们带回起点，在一个能制造空间、生成时间，并同时作为自己舞台的宇宙里，它向哪里膨胀，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你问宇宙膨胀到哪里去，你其实假设了一个事先存在的外部，好像气球需要空气，城市需要乡村，但宇宙不是气球，宇宙本身就是空间。空间在膨胀时，并不是进入了某个外部之地，而是在扩张的同时创造了外部这个概念。因此，不存在独立于宇宙的舞台，因为外部的含义由宇宙自己定义。这不是语言的陷阱，也不是想象力的短板，而是现实的结构如此。在膨胀之前，向内和向外并无意义。膨胀一边创造出更多的空间，一边也在生成让空间关系成立的规则。宇宙不是膨胀到某个地方，而是通过成为更多的宇宙来完成膨胀，而非侵入一个所谓的非宇宙。顺着这个认识，我们对膨胀的理解也从机械过程走向更深层的图景。膨胀像是一种自举现实，把自己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拉出来。每一立方英寸新生空间都为物质、能量、结构与复杂性打开新的可能。宇宙并不是为了某个预设终点而变大，它是在朝能够容纳无限潜在可能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不是坐在宇宙飞船里被带往某地的乘客，我们本身就是这场自我创造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的意识、问题和好奇都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所见的膨胀并不与我们分离，因为我们就是膨胀的一部分。我们是空间、时间、物质与能量自我组织出的复杂模式，得以追问自身的意义。从这个视角看，表面的悖论被化解，同时一个更深的谜团浮现。既然宇宙能制造空间与时间，既是舞台又是观众，那么存在可能比任何科幻都更离奇。或许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创造、自我维持、无始无终、无内无外的过程中，宇宙正在向自己膨胀，为无限可能腾出无限空间，也为像我们这样的存在腾出一席之地。回望这一路的追问，问题带我们穿越了暴胀与暗能量、多元宇宙与量子泡沫、时间的起点与终点，而最可贵的答案其实就在眼前。宇宙在把可能性变多，我们再把它说清楚。所以当我们一路走到这里，才发现自己面对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宇宙模型，它既是那片正在膨胀的虚空，也是我们诞生、思考、怀疑的全部舞台。就像开头那个问题，如果宇宙真有规则，那它是秩序的产物，
还是混沌的偶然？或许我们暂时得不到答案，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而在无尽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刚刚翻开了第一页而已。